就形成这种木骨泥塑的这种塑像。那么塑像的话，当然也有不同的这个技法，比如说高浮雕的，紧紧贴着墙壁的，那么也有这个圆雕的，然后这个上下左右都雕刻得非常精细的。那么还有这种刚才讲到引塑的这种飞天，直接贴在墙上的。每个时代的风格也不一样，那么从早期的时候，它具有明显的这种犍陀罗和马土拉这种西来的这种佛教艺术元素，还有这个西域的这种影响。那么到了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像莫高窟的259窟的这个禅定这个坐佛，它的这个东方的这个微笑。那么我们再能够看到下面的这个阿富汗出土的这个泥膏像里面的这个嘴角下凹的这个犍陀罗的这个塑像，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明显之间它们还是有一定的渊源关系。那么不同的时代，这个塑像它的风格也不一样。比如说西魏那个时候流行这种南朝绣骨倾向、包衣博带的，那么在洞窟里面我们看塑造菩萨像、塑造佛像的时候，也是这种非常绣骨倾向、包衣博带的这种风格。那么北周、隋代不同的时候都有不同的这个一直到唐代。那么这个是莫高窟45窟非常精美的一幅这个一组塑像了。那么中间的是佛，两侧2个大弟子和小弟子，然后2个胁侍菩萨，2个踩着小鬼的天王。这个是他的这个胁侍菩萨，其中的一个胁侍菩萨。我们看到他还是这个时候这个整个的照相技术也非常精湛，而且是非常符合中国人的这个审美观的，已经是完全中国化的一个佛教照相。这个是45窟的佛的这个大弟子迦摄，然后小弟子阿难。那么这个是藏经洞，藏经洞一种说法是藏经洞是当时的张氏归于金时期张议潮时期的敦煌地方的最高的僧团领袖弘遍的功德窟，然后的纪念堂所以这里面后来大家考证这一尊像应该是弘遍的他的纪念他的这个做的这个写真像。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在敦煌历史上面真实存在的一个高僧的形象。我们还可以看到他的眼角有这种明显的这种鱼尾纹的这种形式，所以还是非常写实的。那么这是塑像，另外一个就是壁画内容。壁画内容根据学者们考证，敦煌的壁画又做了一些分类，比如说用来礼拜的各种佛、菩萨、天王、弟子、飞天等等这些。这边我们看到莫高窟275窟北梁的飞天的形象，还有北魏的说法图，中间一个佛坐着，旁边2个胁侍菩萨，然后天空中有飞舞的这个飞天。29窟的一个上面是一个包衣博带的飞天，下面是一个西域式的飞天。那么57窟的胁侍菩萨这个，然后98窟的这个天王的这个画像。那么第二类是故事画，佛经的故事画，讲佛经的一些里面的一些故事，既有表现这个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他的一生的这种传记的故事，比如说他出生一直到他涅槃。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斯坦因从藏经洞里面拿走这个绢画，里面有一个他出生的一个景象，比如说他的母亲摩耶夫人，然后这个持着这个无忧树枝，然后他从他的母亲的这个右胁，然后降生出来，然后他一出生之后有九龙浴太子，9条龙吐温水和凉水来给他沐浴等等这些佛经里面的一些故事，也有这个降魔变，比如说佛教这个释迦牟尼经过长期的修行之后，然后他要成佛了，然后有人来这个阻止他来成佛这个魔王佛经里面说魔王派魔兵来侵扰他，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降魔变里面有各种长得奇形怪状的这些象头的这个牛头的这些怪物，然后拿着各种兵器来攻击他。那么这是佛传的故事，还有佛本身的故事，就是佛前世
的故事。他佛前世，佛经里面讲佛前世积德行善，然后做了很多的一些功德，所以他能够成佛。那么这里面他前世有可能是一个太子，有可能是个国王，也有可能是一只动物。那么这个里面这个鹿王本身就是鹿王，就是这个佛的前世了。那么他救了一个溺水的一个人，那么这个人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左边一个鹿，然后救一个人落水了，然后把他救起来啊，然后这个鹿告诉这个落水人说不要告诉我的下落啊。然后这边最右边是一个宫殿，一个建筑里面有国王和王后，王后梦见一个非常漂亮的鹿，要拿这个鹿抓捕这个鹿来做衣服啊。那么这个落水的人呢，这个就被这个重金所诱惑，最后去告密。那么最后这个带着人去抓捕这个鹿，我们看到最后这个鹿最后把这个故事跟国王讲述之后，国王也很感动啊，最后把这个鹿放归山林了。那么这个我们看到落水的这个人啊，这个人叫条达了，然后最后也没有得到好报，最后浑身生赖疮而死。那么我们看到这身上浑身都是白点子，这就是他得了病了啊。这个是当然，这个故事是个佛教里面的善恶因果报应的一个故事，后来也是被拍成上海电影美术电影制片厂，然后拍成这个动画片，就是这个九色鹿的这个动画片了，还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那么还有像一些佛教化众生的一些故事，比如说500强盗成佛图的一些故事，500个强盗在山林里作乱啊，最后派兵去围剿他们，围剿完了之后，然后这个对他们进行审判，审判之后，觉得这些强盗作恶多端，最后把他们的眼睛挖掉，啊，施以刑罚，最后他们很痛苦，最后被放逐山林，最后佛陀来教化他们，点化他们，他们又重新，因为佛法的这个原因，最后他们眼睛又复明，啊，这个是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整个佛陀教化众生的一个故事。那么还有一些佛教感通故事。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个张骞出使西域，它故事实际上是出自关于佛教的一个感通故事，就是神异故事，里面就讲这个张骞出使西域的这个当时霍去病然后讨伐匈奴的时候，然后获得了匈奴的祭天的2个金人，最后把它放到甘泉宫。我们看到那个有个建筑，那是甘泉宫。后来汉武帝问这2个金人的来历，最后没有人知道。最后派张骞出使西域啊，一直到大夏啊，这个就今天的这个阿富汗附近巴克达尼亚最后一看啊，那个地方是佛教兴盛的一个国度。最后一问，这是这种造像是佛像啊，所以这个就知道佛教的名号啊，所以这个佛教传入中国，这个是一种传说了。那里面还有一些中国传统的一些神话人物故事化。啊，比如说伏羲、女娲，那么还有雷神啊，这个怪兽，我们看到这个周围有一圈鼓，不断的击打这个鼓，发出轰隆的声音，就是雷神啊，这是中国人理解的这个雷神的形象。那么还有我们看到这个右边的胸前有2个大圆盘，这个是日月，然后人头那么兽身就是龙身啊，然后蛇身的长长的蛇尾巴，一手持着一个圆规，那么圆规就是画圆的了，一手持着一个锯齿，是画直角的，所以没有规矩就无以成方圆，所以这个伏羲女娲的形象。那么第5个部分是经变化，经变化是敦煌有30多种经变，因为经变每一部完整的经，那么就根据这部经，把这个经里面的这个各个章节的内容画成一些重要的一些情节，把它画成画的形式，把它集中的放在一幅画上面。大家看着这一幅画啊，就对整个经的大致的内容有所了解，这个叫经变化。所以莫高窟像非常有名的莫高窟玉林25窟是弥勒经啊，弥勒下生经，讲弥勒世界未来非常美好，然后有很多的一些情节。那我们看到这个弥勒世界里面讲说种1次收获7次。说明当时的这个未来的弥勒世界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了，那么也是一种美好，就是大家可以用很少的这个劳动，然后获得很多的一些收获。那么这里面但是它怎么样表现这4个字呢？我们看到它用的是当时古代的播种
2流抬杠来耕地、来收割和养场，来表现当时农业生产的一个全过程。那么里面的诗经里面讲，女子可以活84000岁，那么女子500岁才出嫁。那么怎么样来表现这个500岁出嫁的这个美好的场景？那么它只能用当时的我们看到一个，因为这个还是吐蕃统治东皇时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既有汉人，也有吐蕃人在共同来举办一个婚礼的一个场景啊，非常符合当时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时代背景的一个婚嫁的一个场景。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里面还有很多东皇壁画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各种各样的经变造像，比如说这个是千手千帛的拿着文书的菩萨像，但是呢上面有有个它两个写这个曼陀罗里面有2个重要的一个人物，我们看到最上面这个红色的日轮里面有一个骑着5匹马拉的这个一个菩萨啊，这个是这个西方的太阳神。那么这个还下面这个五只鹅上面的这个是月亮啊，西方的月神。但是呢，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35窟的11面观音经变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观音手上托举的2个日月啊，一个是山竹屋红色的那么这个下面是我们看到有桂树、有蟾蜍、有玉兔捣药，那么是中国传统的日月的形象。所以这里面所以东皇有大量的这样的，既有东西方它因为是一个东西方文化荟萃的一个地方，所以里面就有中国传统的这些文化元素，也有西方的来自不同的文明的其他的一些元素。那么装饰画，我们看到有一些建筑、佛龛、彩塑，然后用来装饰分割不同的画面的一些图案。那么比较重要的就是窟顶的，刚才讲到的这个覆斗形顶上面有很多装饰图案啊，这边有隋代的3只兔子共用3只耳朵啊，三只兔子应该是6只耳朵啊，最后他们把它画的一个组成一个图案，然后中间一个三角形，3只兔子共用这个每2只兔子共用1只耳朵，最后形成三兔共耳的这个图像啊，这个图像也是构思非常巧妙。然后外面是莲花，外面是一圈飞天非常精美的图案，然后这边还有莲花的飞天的藻井。这个是斯里亚库的这个连珠纹，连珠翼马带着翅膀的这个马的这个图像，这是来自于波斯的这个萨珊波斯的图案。然后还有莲花的冷冬纹的飞天的这种平旗装饰图案。那么右边呢还有那种边饰，比如说有一些石榴纹、葡萄纹的这些非常吉祥这个多子多福的这些吉祥纹的这些图案都在洞窟里面出现。第7类是供养人像，有开窟的窟主以及他的家族的人，把他们的形象画在这个洞窟里面。莫高窟最早的这个有纪年的洞窟是莫高窟285窟，西魏的大统4年、大统5年，公元538、539年的洞窟，这里面有大量的这个题记这里面有僧人、有俗人，那么有男有女，有贵族，也有平民百姓。那么他们把他们的这个家族，他们自己的这个出钱的这些人的身份、他的姓名、他的职业，他和其他人的他的包括他去世的父母，还有这个祖父母都放到这个洞窟里面来供养。那么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到不同时代的、不同民族的，然后这个每个时代的他的不同职业的这些人物的这种形象。那么这个是莫高窟409窟的回鹘王和回鹘公主的这个像，然后第6窟的蒙古供养人的这个形象。第3个部分讲东皇石窟艺术的珍贵价值。那么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供养人，这些供养人都是在东皇历史上面真实存在过的人物，然后他们的在这个洞窟里面，他们把自己的和自己家族的这些人物，然后供养在里面，然后都写明自己的身份，然后我们从这些身份里面结合着藏经洞的这个文献，我们就能对整个当时东皇地区的唐宋时期的它的整个的面貌，还有这个互相之间的这个家族，还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能够有明确的一个清楚的一个提供很多的一个信息。
那么也能够提供，因为他这些人不仅仅是东方本地人呢，还有外地的，比如说曹氏家族的时候，曹义金家族，他和来自这个甘州的当时的这个回鹘，就是今天的张掖那边的回鹘政权有联姻，那么和今天的新疆的和田地区的于田国的有联姻，那么这些人的身份，这个他的女婿，他的这个夫人，这些都会划到这个洞窟里面，反映出当时之间的这个广大这个区域之内的这种人员的流动和互动。那么也有关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刚才讲到的这个农业生产，还有捕鱼的，那么狩猎的，还有这种还有这个商业的这种卖肉的这些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这些图像。那么也保存了古代丝绸之路上贸易的一些图像，比如说莫高窟296窟北周的福田镜面里面就画了一个，我们看到2个商队，这2个商队在丝绸之路上面相遇了。那么右边的这个商队还明显是一个身目高鼻的胡人的形象，那么还有这个骆驼驮着货物，那么这个在这个地方相遇。那么这个下面有一个这个东航很常见的这种胡商，那么牵着骆驼的这个画像砖。那么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胡商遇到图了，莫高窟45窟的这个观音经面里面讲遇到这个贼难，就是遇到强盗，然后来打劫丝绸之路上面，因为这个当时商队非常的富有了，所以这个强盗然后拿着兵器拿着武器来抢劫，然后这些丝绸之路上这些中亚的这些商人，然后我们看到他们都是络腮胡子，戴着白色的高帽子，那么双手合十念观世音菩萨，然后佛经里面说他们可以得到解救。那么也保存了古代体育运动的这个，我们看到有赛马的、马术，有游泳的，有摔跤的，还有这种射箭的、举重的，打布球的这种体育运动的方方面面的这种，那么也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刚才前面讲到了这个有婚嫁的，那么莫高窟的33窟的婚嫁图，盛唐的，还有出殡的这个那个就是涅槃经里面说释迦牟尼去世之后，然后要带着他的棺材，要整个的在城市里面巡游，那么就是有出殡的这些场景。那么还有我们看到社会生活里面的有一些日常生活的，比如说这个马夫牵着马，那么在那个地方休息，那么一个侍女抱着他这个小孩，那么还有这个85窟的报恩经面里面。这个太子，然后流落到这个国家之后，然后在这个国家里面弹琴，吸引了这个国家的这个公主，然后最后产生了这个美好的爱情故事啊。那么这些图像，这个还有我们的刷牙的啊，这个日常这个图像。那么各个时代前面也讲到了我们看到每个时代供养人，那么根据他的服饰也不一样。那么里面有不同的民族，比如说285窟刚才讲到的这个鲜卑族的这种胡服，圆领对襟窄袖的这个胡服，那么于田公主头上戴的这种凤冠霞帔的这种，那么还有回鹘的公主桃形冠，西夏党项的五官，蒙古的这个女供养人形象，那么下面还有159窟的这个吐蕃占卜，然后带领这个中国周边的这种少数民族。这个各种其他的一些这个民族的国王，然后来听佛说法这个场景。这个是历史，那么还有这个艺术价值。我们说从东航1000年，那么它是继承了这个本土的汉晋的这个艺术传统，不断的吸收和创新，那么同时又不断的接收来自域外的古代印度。中亚、西亚的艺术风格，那么整个的既体现了这个佛教和中国的艺术的这个整个1000年的发展的脉络，那么又体现了文明交流互鉴的这些成果，所以它整个的对研究中国美术史和世界美术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的传世的这种美术作品的话，基本上到宋代以前就是非常的很难得了。那么那么到了实际上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要依靠整个的在宋代之前的这些美术作品的这些艺术作品的这些原作，
要靠我们的石窟，靠我们的这个出土的这些文物，包括画像石、画像砖，包括墓葬壁画这些，整个的对，这些都是实物都是也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为构建整个中国美术史和世界美术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了。那么这里面刚才讲到曹氏家族的这个娶了他把他的一个女儿嫁给了这个这个于田的国王，那么这个就是于田的国王在洞窟里面，我们看到的也是中原帝王的这种戴冕旒、穿衮服的这种形象。旁边呢是他的曹家的女儿，也就是于田的王后的形象。这是保存了古代的人物画。那么这个是莫高窟103窟的维摩诘，维摩诘是一个居士了是一个非常有佛法造诣非常深的一个居士，然后他这个说法的一个场景。那么这个形象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画的是整个的线条非常流畅。那么包括像这种白描的这种形式，莫高窟的第9窟的嵩山神、宋柱图，这些都是有唐代吴道子的这种吴代当风的这种风格的。那么这个是莫高窟103窟的这个中原的这个维摩诘经变里面，在文殊菩萨底下听法的中原帝王。那么我们再来看传世的唐代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里面摹本里面的晋武帝司马炎的这个形象，我们看他旁边的侍从也好，包括他的服饰也好，包括他的姿势也好，基本上是如出一辙的了。那么还有一些珍贵的一些动物画，比如说这个洞窟里面有大量的，有的画得很细，但是有的寥寥几笔就画得非常的传神的这些野牛的这个图像，包括野猪的这些图像。那么还有关于山水的画，那么这是莫高窟的217窟佛顶尊顺陀罗尼经变里面的表现五台山图。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故事是当时来自这个今天克什米尔，就是古代济宾国的一个佛陀沙门出家人佛陀波利，然后到五台山参拜文殊菩萨的一个画面。那么这里面就整个的当时表现的这个山水，就是唐代非常流行的青绿山水的这种画法。那么我们看它的细节，我们看到这里面这个佛陀波利，然后返回他的老家去取这个佛经的时候，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整个跋山涉水的时候，但是这里面每一个我们看到整个是这些植物的画法，这个花卉的这种画法画得非常的细。那么这个是榆林窟西下的文殊变和普贤变，文殊骑在狮子上，那么普贤骑在大象上面，周围是他的侍从。那么后面是一个非常这个当时宋代时期非常流行的这种山水的这种画法，在它的一个角上面，我们还可以看到有玄奘取经的这个画面，当时有这个戴着有头光的，这个是这个玄奘，那么后面有猴行者，就是孙悟空的原型了，然后还有这个白马驮着经，那么这个是一个比较早的西夏时期的玄奘取经图也是因为这个时候《西游记》还没有正式的这个小说还没有形成，但是这个民间传说已经有它的这些很多的关于玄奘取经的这些传说已经都在民间有很多流传。那么为研究整个的中国音乐史、中西交通史提供了珍贵的一些资料。那么我们看到里面有各种乐器，吹拉弹唱的乐器有40余种4-5千多件。那么这里面天上也有不古之鸣的乐器，就是不用去演奏，然后它自动发出这个美妙的音乐，叫做不古之鸣了。那么这里面有横笛、琵琶芦笙、海螺，那么腰鼓等等这些乐器。那么舞蹈，那么有这种我们看到有这种胡旋舞，来自西域的这种在一个圆形的毯子上面，然后旋转如风的这种胡旋舞、胡腾舞。那么还有这种甩袖的这些各种不同的这种舞蹈。那么这个是莫高窟112窟的反弹琵琶这个的舞蹈。那么还有中国古代建筑提供珍贵史料，我们看到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建筑，有宫殿建筑，还有这个寺院建筑，还有各种的城池的这些建筑。那么像莫高窟的这种西方净土变，它背后是这个佛的这个作为背景的这些建筑，那么
虽然是表现的是西方净土的这种建筑群，但是实际上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它这种规模宏大的建筑，明显是以当时唐代的这个京城的这种宫殿建筑为蓝本的。那么科技价值，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农业的一些生产工具的一些进步，尤其是像莫高窟445窟，我们发现了一个屈原泥，这是这个用它有利于这个生根，然后操作更省力，那么代表了当时农业生产的一个明显的一个进步。那么各种的交通工具，有马车，有各种牛车，还有丝绸之路上面驮运货物的这种骆驼队这种各种动物。那么这个交通工具里面有抬着的轿子，有小船，还有大船。那么这个右下角这一块是一个佛顶，是一个《报父母恩重经变》里面的一个婴儿车，这个是一个妇女，那个一个车里面有一个小孩，然后这个表现父母含辛茹苦养育这个小孩的一个场景。那么这有一个建筑，那么这个佛头掉了，那么这个搭了很高的这个脚手架，再重新维修这个佛。那么这边是454窟要新建一个寺院来进行新建一个寺院这个是，那么这个是有制陶的，有打铁的，古风打铁，还有酿酒的，这个是西夏时期的。那么还有刚才讲到的285窟的500强盗成佛图里面的这些派这个兵去围剿官兵去围剿这些强盗的，那么这个官兵身上穿的这种保护的非常严实的这种铠甲，也叫巨装铠了，是当时最先进的这种军事装备。那么这个是莫高窟61窟的赤圣光佛图里面有28星宿，还有黄道12宫，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巨蟹座、双鱼座，这个等等双子座等等这些图样。那么还有天秤座，那么既表现出当时的天文的这种黄道12宫，也表现出这个度量衡的这种天平的这种形象。那么还有这个医疗的这个壁画里面有一些关于医疗的场景，也长期这种出土有一些关于医疗的一些医方的一些文书。那么还有反映当时的印刷术的回鹘文的木活字、西夏文的这种活字版的印刷的这些佛经。那么这个菩萨释尼妖窟手上拿着这个菩萨，它是一个玻璃器，具有萨珊波斯的一个风格的一些玻璃器。这是前面3个部分。说这么多，主要就是说，这个留下的我们的这个敦煌石窟留下的这个伟大的这个文化遗产，非常的丰富，非常的精美，这个底蕴非常深厚，非常的伟大。那么第4部分，我们来说一说怎么来保护这份伟大文化遗产。那么敦煌石窟敦煌研究院是负责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比邻寺石窟和敦煌西千波洞、瓜州榆林窟、庆阳北石窟寺6处重要的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和弘扬和管理的综合性的研究型的事业单位。我们都知道，1944年以前，莫高窟几乎处于无人管理的一个状况。那么西方探险家那么蜂拥而至，那么通过各种手段从王元禄手中拿走了藏经洞的文物，甚至还盗走了一些壁画和彩塑。那么由于敦煌石窟呢本身它是开凿在砂砾岩的一个岩体上面，壁画和彩塑的制作材料主要是这个麦秆呀、泥土啊，然后木材，还有矿物质原料。那么这些很脆弱的这些材质，那么在自然环境和人为的影响下面，那么就存在着多种的这种病害。所以包括崖体也是存在这种坍塌呀、开裂、风化、渗水这些多种病害了。所以我们看到1907年的时候，刚才讲到斯坦因拍的这个照片，旁边这个是1908年的时候法国人伯希和拍的这些照片，我们可以看到都已经很多地方都已经塌毁了。那么原来窟前有的栈道都已经只剩下很少的一段。那么1944年的时候，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那么由著名的画家常寿鸿先生担任所长。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常先生当时从四川，然后兰州，还有其他的地方，重庆这些地方招募很多的一些有志青年来对莫高窟进行成立这个研究机构来对莫高窟进行保护。这个是他们最初的一批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部分职工。那么这个是常寿鸿常先生，常先生当然是上个世纪这个20、30年代的时候在法国然后去上的这个法国的这些油画的这些专科学校，然后后来在法国成为非常有名的这个画家，女法的画家。后来回到这个国内之后，在高校里面教书，最后到敦煌。这个是常寿鸿先生他的字画，他的家庭的最开始的。这下面这是他前面是常寿鸿、陈之秀，下面这个小孩应该是常沙朗先生。然后这个是常寿鸿早期的这些关于他的这些油画的这些作品。那么到了敦煌之后，我们看到敦煌的条件就是非常的恶劣了。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些老先生们，他们当时穿的这个穿着也都是当时这种大城市里面的就穿的这种袄子，还有这种袍子。那么但是他们住的地方就非常艰苦了，都是一些土房子，那么土炕、土凳子，也这个平时交通工具就是这些牛车，然后吃的水就是莫高窟窟前的这个咸水，就是这个窟前大泉河里面的这个里面的，因为含的它的这个碱是比较大的，所以吃了之后是比较容易拉肚子的。那么这个是1908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伯希和的当时拍的这些照片，他的带着这个驼队，他的这个交通工具这些驴子、这些马就直接在窟前里面。那么所以这个有一些就跑到底层的洞窟里面去了。所以1944年的时候，敦煌艺术研究所来了之后，就赶紧修了一个围墙，然后把这个地方进行保护起来。那么常先生当时他们在洞窟里面临摹壁画，然后修建防沙墙，修建临时的栈道。那么也开始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上层洞窟没有办法上去，那么搭很高的梯子，这个在进行洞窟调查。那么这里面也很危险，有一些老先生由于从上面摔下来之后也不幸去世的。那么这个是我们又对整个的洞窟进行重新的编号，因为施泰因这个编了少量几个号，伯希和、张大千也编了一点号。那么后来要整个的全面的编号，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艺术研究所和文物研究所的时候，对它进行系统的编号。我们看到当时他们做了很详细的在前人的基础上面，整个的进行分类做编号。那么1950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那么这个时候还是进行大量的抢救性的保护。我们看到因为敦煌的风沙，它很快的会对洞窟进行影响，然后有些底层的这个洞窟的话，如果不经过清沙的话，然后它会被掩埋，所以大量的清沙的这些工作。那么有一些加固濒临倒闭的一些彩塑，那么有一些壁画就面临着脱落的这个危险，然后对大家进行临时的一些遮挡。有一些洞窟里面的这种渗水之后，然后有起甲非常厉害，那么进行临时的采取一些简单的一些方法对它进行一个修复。这个都是抢救性的一些工作了。那么我们的李云鹤先生今年90多岁了，然后长期的这个几十年来长期的坚守在文物修复的第一线，然后也是被评为这个大国工匠了。那么1963年的时候，莫高窟在党中央的关心下面，那么要彻底的解决莫高窟要面临着坍塌的这种危险，所以要进行莫高窟的崖体加固。所以从1963年到66年，莫高窟开启了史上面规模最大的崖体加固工程。那么这个加固工程从63年一直到66年，加固完成之后，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到莫高窟去，能够看到的前面有栈道，然后除了这个加固以外，那么也要开始对洞窟进行系统的研究，然后对它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文物的年代、它的内容、它的价值、它的源流，要进行开展全方位的研究。那么这里面有一些考古调查，比如说这个60年代在洞窟配合的加固工程，要进行窟前的考古发掘。那么这个是，然后对洞窟的内容进行调查，对它的洞窟里面的这些供养人的题记的内容进行一个整理。那么还有一个临摹，临摹工作也是这个时期的一个重点。比如说莫高窟130灵窟的这一幅这个唐代的这种供养人女供养人这个像，已经非常的漫画，有时候看不清楚了，但是它还是非常的精美，就是说原作是非常的好的。那么我们的第2任院长段文杰院长，然后对它进行了复原性的临摹。那么复原出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幅图像是非常精美的一幅唐代的一幅女供养人的这个形象，里面有都督夫人，然后她的女儿，还有一些侍女，她的。那么还有我们的雕塑家对洞窟里面雕塑进行一个复制。那么那个时候50年代的时候，我们要去一趟。今天我们去我们管辖的榆林窟，当然也要2-3个小时的高速公路的路程，因为有将近200公里。那么那个时候赶着牛车要花好几天的时间。那么这个是当时他们在榆林窟在进行临摹的场景。那么这是常先生当时50年代时候画的莫高窟，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到这些老先生们他们对整个的这些遗产的热爱，对他们工作的这个环境的一个热爱。然后，那么大家说了，我们画这么多，做这么多临摹要干什么呢？因为洞窟是搬不走的，壁画和塑像是不可移动的。那么你经过这个复制之后，然后我们把它这些复制这些作品，然后带到这个大城市，带到国外去进行展览，然后让大家更好的去认识这些遗产。所以就做了很多的展览，比如说到东京，1958年在东京，当然并不是这个第一次了。然后上个世纪40年代就开始有小规模的，后来到50年代初的时候，在北京做一些展览。那么这个58年的这个去了日本做展览。那么这个是这个当时1965年的时候，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员工的合影，这里面我们就有当时能够看到这个第1任院长常树红，第2任院长段文杰，还有我们的那个时候刚刚去时间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第3任院长樊锦诗先生的这些大家的合影。那么1984年，甘肃省决定将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那么敦煌研究院就这个敦煌文物保护的这个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从抢救性保护，然后发展到科学性的保护和预防性保护阶段。这个时候不仅仅要研究这个我们的保护的这个病害壁画塑像的病害的机理，还要筛选出保护修复的这个材料，所有的要采用先进的保护的理念来对它进行保护，加强国际合作。那么刚才讲到了自杀是非常大的一个工程。那么现在整个在莫高窟窟顶上面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一个系统的一个自杀的一个综合性的工程。我们可以看到鸣沙山的这个它的一个东路的这个沙坡上面，然后我们看到有几道防沙自杀的工程，有用植物的那么草方格来固沙，那么有用植物的林带来进行阻挡，用这种尼龙网来进行来阻挡，这个使进入库区的这个流沙减少了85%以上。那么我们除了重视莫高窟本体的保护以外，还重视周围人文环境、自然环境和整体景观的这个周围的这个整个环境的一个保护。那么对可能会影响莫高窟的，通过一些降雨、洪水、地震、崖体坍塌、沙尘暴，包括游客等等这些所有的这些因素，都会对它进行一个所有的进行预防性的一个保护，然后来确定它的风险。在微观上面，然后每个洞窟里面，那么洞窟里面的所有的这些相关的这些指数
包括温度、湿度、微生物等等这些指标，然后全部进行监测之后，实时纳入到我们的监测预警平台，那么和我们的旅游开放平台进行联动。那么还要为了实现敦煌文物的这个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那么这个启动了数字敦煌项目，已经完成了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处理和存储。那么数字敦煌的一些资源也在网上面实现全球的开放。那么也打造一些像参与式的一些博物馆、网上的博物馆、数字藏经洞这些项目。那么我们也是最早在全国文博界，然后启动莫高窟的这种这个法制化和规范化，最早制定了甘肃省这个推动制定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这种地方性的法律法规，然后我们也比较早的启动了莫高窟的保护总体规划，就是从2005到2025年这种长期的这种保护的这种总体规划，然后按照规划，然后来进行科学的一个保护和分布实施。那么敦煌学研究也从早期的这种初步的这种研究发展到这种石窟考古、佛教美术、历史地理、民族宗教、民族文化、文学、民俗、音乐舞蹈等各个方面。那么现在已经出版500多种图书和发表5000多篇论文，然后定期召开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那么像重要的学术成果，像樊锦诗院长领衔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这个工作，那么我们也完成了第1卷和第2卷，现在正在做第3卷和第4卷，预计比较长的时间，然后把莫高窟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洞窟要进行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内容的一个整理。那么这个报告也是非常得到了社会和学术界的高度的一个评价。那么我们也走出这个，因为敦煌在丝绸之路上面，那么我们也要和丝绸之路上的沿线的文化机构，还有文博机构，还有一些相关的遗址，我们要做调查，所以我们也组织了像中亚的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这个塔吉克斯坦呀，然后阿富汗、伊朗等等这些的学术考察和学术合作。那么临摹我们美术研究所的这些专家们对洞窟进行原状的临摹、整理性的临摹和复原性临摹，那么也对这个也做一些这个在希腊传统的这个营养的技法的这个基础上面，也做一些美术创作。那么这个时期也积极的寻求国际合作，我们和日本，还有这个英国、美国这个等等这些重要的一些文化保护的一些机构，然后广泛的开展国际合作，然后也培养大量的文物保护和学术研究的一些人才。那么敦煌研究院现在是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的中心，除了承担莫高窟和敦煌石窟的保护任务以外，也承担受国家文物局的委托，也承担像青海、宁夏、西藏等等各个地方的这些石窟和土遗址的这个重点的文物保护工程的任务。82年来，我们始终坚持敦煌石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然后再做到负责任的旅游。我们目前已经拥有一支高水平的专业讲解员队伍，能够熟练的运用6种语言为中外游客介绍敦煌石窟的艺术和它的这个文化的一些特点。那么莫高窟从1979年正式开放以来，到今天，游客数量是这个急剧增长的了。2019年疫情之前的时候超过了200万，那么到2024年的时候已经超过了300万。那么这么多的游客，那么我们看到在5一和11的时候，这么多游客的时候，那么整个库区还有每个洞窟里面都是人流是非常密集的。那么怎么样能够保证保护文物的前提下面，能够在这个又能够
让游客能够有好的体验，能够到这样伟大的文化遗产里面近距离的去了解这个石窟。那么，所以我们启动了这个文化遗产地的承载量的研究，然后经过长期的研究来核定，用科学的数据来核定这个能够参观的这个人数。所以2024年我们启动了旅游开放新模式，然后让大家先去建成了敦煌数字展示中心，让大家先去看2个电影，了解敦煌的历史、莫高窟的历史和我们数字化的成果的几个洞窟、8个洞窟的这种高清的敦煌壁画的这个洞窟的这些信息。完了之后，在网上面实行在前面是在网上面实行总体的预约了，然后那么预约之后，然后总量是实现这个人数的控制，然后到了这个看完2个电影呢，然后再到实地由我们的讲解员带着到洞窟里面去进行参观。这么参观的时候也要注意到时段的分流，通过多条路线，让这个实现我们的这个文物保护和旅游开放之间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那么我们也开发更多的一些体验。那么在一些新知识在洞窟前面有一些虚拟的一些展示的，通过一些手机终端，还有一些这个能够看到一些虚拟的一些洞窟，还有虚拟的壁画。那么通过一些小程序，能够了解更多的敦煌文化知识。那么有数字化的文化大使，还有云赏敦煌这些节目，还有我们的这个数字化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创新的发展的，像比如说敦煌岁时节令，通过这种中国传统文化和敦煌文化结合起来的一些宣传的一些书籍，还有一些小程序。那么我们在莫高窟也开发更多的一些场馆，让大家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体验和知识，同时也进一步的分流游客。所以我们有院属的这些陈列的一些陈列馆，还有一些里面有一些复制洞窟。那么外面还有我们的院史陈列馆和常书宏纪念馆，还有一些常敬栋纪念馆这些场馆。那么在全国20多个，在世界上面20多个国家和这个国内的很多个省市举办了300多场这个敦煌艺术的大展。那么积极开展文化遗产的6进的宣传活动，举办敦煌壁画艺术精品的高校巡展，那么开展文化驿站的公益讲座，开展文化遗产和国际博物馆日的宣传活动。那么也是80多年来也获得了一些奖励。这个比如说2018年敦煌研究院凭借基于价值完整性的平衡发展质量管理模式获得第3届中国质量奖。那么我们的敦煌研究院的常书宏、段文杰、樊锦诗，还有敦煌研究院也获得了世界文化遗产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杰出贡献奖。那么所以总书记2019年8月19号到敦煌研究院座谈时，总书记说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结束了敦煌石窟近400年无人管理、任凭损毁、屡遭破坏偷盗的历史。那么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大力支持敦煌文化的保护传承工作。一代一代的敦煌人秉承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在极其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在敦煌石窟资料整理和保护修复、敦煌文化遗产艺术的弘扬、文化旅游开发和遗址管理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那么总书记又说，把莫高窟保护好，把敦煌文化传承好，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进步应负的责任。那么希望大家努力把敦煌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那么2024年9月，总书记又视察了敦煌研究院管辖的天水麦积山石窟。总书记指示，希望文物工作者赓续莫高精神，潜心为国护保，为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做出更大的贡献。支持敦煌研究院建设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
2019年，我们的东华研究院的名誉院长樊锦诗女士获得了国家荣誉称号。那么2020年，中宣部授予东华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时代楷模的称号。未来呢，东华研究院将进一步的扩大国际国内合作的力度，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开放的胸怀，利用数字技术分享并保存并分享敦煌石窟艺术，吸引各方面的专家，尤其是年轻学者，把敦煌放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对它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充分挖掘这一人类珍贵文化遗产的价值，为当今世界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之间的文化交流，为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与共存做出贡献。也希望通过对敦煌文化价值的认识，引起社会公众对保护敦煌的重视，促使我们进一步加大敦煌石窟的保护管理力度，提升保护管理的水平，把一个真实完整的敦煌石窟传承给我们下一代。所以今天的这个莫高精神，它也不仅仅是，它是源自于莫高窟这些文物保护工作者、研究工作者，但是莫高精神，它也是我们基层文博工作者的这个重要的精神，也是我们基层文化单位的工作者们他们的这些精神，它的核心就是这个坚守、奉献、担当，开拓进取。好，谢谢大家。咱们把热烈的掌声再次献给小刚博士。小刚博士刚才以莫高精神作为了本次讲座的结束语。其实，小刚博士他本身就是莫高精神的践行者，从武汉大学毕业，这个一头扎进莫高窟27年，27年如一日。那么敦煌文化之所以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有着一代又一代的敦煌人、莫高人秉持着这种莫高精神，所以我们把掌声也献给在敦煌研究院依旧坚持工作的咱们敦煌人。接下来咱们进入这个互动的一个环节，也特别感谢我刚才看了一下直播